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大家知道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醋溜手撕包菜吃着那么好吃吗？而且酒店里面的醋溜手撕包菜味道十足，用料简单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有技巧的，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。如果直接下锅炒，那就错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醋溜手撕包菜的小技巧，这样做出来比饭店里面的醋溜手撕包菜还要好吃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包菜、五花肉、大蒜、小米椒、香菇、辣椒。想要醋溜手撕包菜好吃，选择包菜也很重要。我们选包菜的时候，要选我手上这种比较结实的，看起来是绿颜色的，这种包菜做出来才非常的好吃。首先我们用小刀把包菜的硬心给它挖出来，因为针尖的根部比较硬，吃起来也非常的不好吃。现在我们把包菜一片一片的放到案板上，全部把叶子给它掰散，将它整齐的摆放在案板上。掰散之后，直接把它放到准备好的大盆里面，然后用清水把包菜的叶子给它清洗干净。我们清洗包菜的时候，一定要一片一片的给它清洗。包菜在生长的过程中，也是一片一片的包起来的，难免叶子上有灰尘和虫卵。叶子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它放到案板上，控干水之后，准备一把剪刀，把大包菜和叶子用剪刀给它分开。因为大包菜比较厚，而包菜的叶子比较嫩，如果它们两个放在一起炒的话，就会造成大白菜帮还没炒好，而叶子已经熟了。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它分开剪，把它剪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就可以了。包菜帮剪好之后，我们用刀把它切成小块。把包菜帮切成小块的时候，我们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了，而且盛菜后看到它也会比较的好看。我们把所有的包菜帮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好，直接放到大碗里面备用，然后在碗里面撒入1勺食用盐。先把包菜帮给它腌制一下，把包菜帮里面的水分给它腌制出来，这样以后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了。稍微腌制一下就可以了。包菜的叶子不要切，直接用手撕，把包菜叶撕成大一点的小块就行了。如果包菜的叶子是用刀切的话，炒出来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所以手撕出来的炒出来比较好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因为刀切的有一种刀腥味，这是我个人觉得，大家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？请留言告诉我。包菜全部撕好之后，把它放进肉宽里面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，把皮去掉不要，把五花肉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多一些大蒜子，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去掉辣椒把之后切成小圈，全部切好之后和蒜片放在一起。准备几个香菇，也把它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调个料汁，1大勺生抽，2大勺陈醋，1勺食用盐，1勺白糖，少量的胡椒粉，小半勺鸡精，1勺蚝油提鲜，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
现在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包菜帮也腌制好了。包菜帮里面腌出了好多的水分，我们这样腌出来的包菜帮非常的脆。接下来倒入1碗清水，把包菜帮里面的盐水给它清洗干净。包菜帮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口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五花肉放入锅中翻炒。先把五花肉的油脂给它煸炒出来，把五花肉炒至变色。用五花肉炒出来的包菜非常的好吃，而且特别的香。如果家里没有五花肉，用猪油炒也特别的香。五花肉炒香之后，再把蒜片和小米椒也放入锅中翻炒，将它炒出蒜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或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。然后放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，炒出红油以后，再把包菜帮也加进来翻炒。我们这里一定要开大火炒，把包菜帮给它炒香炒熟。包菜翻炒香之后，再把香菇也加进来翻炒，把香菇也炒至断生。香菇炒香之后，再把包菜的叶子也加进来翻炒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炒，如果开小火炒的话，就容易出水了。炒包菜的叶子不要太长的时间，把叶子炒软就行了。大概把叶子炒个10来秒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继续开大火翻炒，让所有的料汁都裹满着包菜。我们这里不要炒太长的时间，大概炒个10来秒就可以了。稍微的翻动几下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碟子，把它盛出来，把它放到碟子里面，美味即成。一个特别好吃的醋溜手撕包菜，我们就这样制作完成了。这个做法真的是特别的简单。我们这样炒出来的醋溜手撕包菜，颜色也特别的好看，绿颜色的菜叶搭配红颜色的辣椒。而且包菜里面还有五花肉的味道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，特别的香。像我们这样做的醋溜手撕大包菜，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好，酸酸的，还带着一丝丝的辣味，吃起来也特别的开胃又下饭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